全程高甜。张凌赫看田曦薇的眼神藏不住了，内娱最让人上头的一对，到底只是营业，还是真的动了心？如果要问最近内娱讨论度最高的一对荧幕搭档是谁，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张凌赫和田曦薇。他们没有公开承认任何关系，也从未主动炒作恋情，但偏偏就是这些不经意的互动，却一次又一次让网友忍不住感叹一句：眼神骗不了人。有人说他们是营业最成功的一对，也有人说他们根本已经演不出来了。因为真正喜欢一个人，身体会比嘴巴更诚实。今天我们就一起重新梳理那些被粉丝反复放大的细节，看看张凌赫和田曦薇之间到底为什么会让这么多人相信他们之间的默契并不仅仅停留在剧本里。首先要说的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时最明显的反差。张凌赫接近1.9米的身高，再加上冷白皮和立体五官，总给人一种不好接近的高冷感。而田曦薇则完全相反，她身材娇小，笑起来眼睛弯弯，说话时语速很快，整个人充满活力。按理来说，这样性格反差极大的两个人很容易形成距离感，可偏偏每一次同框，他们之间几乎看不到陌生和拘谨。尤其是在公开活动中，只要田曦薇开口说话，张凌赫都会下意识弯下腰，把耳朵靠近她。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身高差，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同样的活动里，面对主持人或者其他嘉宾时，张凌赫很少会有这样的动作，唯独面对田曦薇，他总会主动降低自己的高度。这不是身高的问题，而是一种尊重。因为真正认真听一个人说话的人，从来不会让对方一直仰着头。很多网友评价，这种细节比任何一句甜言蜜语都更有杀伤力。更有意思的是，每当田曦薇讲话的时候，张凌赫的眼神几乎从来不会飘向镜头，他的注意力始终停留在他身上。娱乐圈里，明星面对镜头早已形成职业习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看摄影机，什么时候应该面对媒体。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在镜头面前忘记镜头的时候，那一瞬间才最真实。而张凌赫看向田曦薇时，那种专注感恰恰成为网友反复讨论的话题。有人把这种眼神称为拉丝，有人说这是看喜欢的人才会有的温柔，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演员的职业素养。到底是哪一种，也许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答案。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改变看法。在一次直播活动结束后，现场工作人员和媒体同时向前移动，场面一度十分拥挤。就在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张凌赫已经本能地伸出手，把田曦薇护在自己身边。整个动作没有任何犹豫，甚至他的眼神一直在观察四周，确认他不会被人撞到。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男演员的绅士风度，但真正让网友讨论的是，这样的动作并不是一次。无论是机场、活动现场还是后台后场，只要环境稍微混乱，张凌赫都会自然地站到田曦薇前面。这种保护不像刻意设计，更像已经形成习惯。而真正让粉丝彻底沦陷的，其实是在采访现场。主持人提问的时候，田曦薇经常会突然讲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话。每当他自己笑起来的时候，镜头几乎都会捕捉到同一个画面。别人看主持人，张凌赫看田曦薇，别人因为笑话而笑，张凌赫却像是在看那个讲笑话的人。有网友说，一个人的嘴巴可以骗人，但眼神不会。如果只是营业，他完全可以按照流程看镜头，可他的第一反应却永远都是看向他。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比提前设计好的互动更真实。除了镜头前，后台的花絮也成为大家疯狂分析的重点。因为真正自然的互动，通常都发生在摄影机没有正式拍摄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拍到，两个人站在一起等待拍摄时，张凌赫总喜欢故意逗田曦薇，有时候轻轻拉一下她的衣服，有时候故意拿走她手里的小道具。田曦薇每次都会假装生气，然后笑着追过去。这种幼稚又轻松的相处方式，让很多网友忍不住留言：真正关系好的两个人才会像小学生一样互相捉弄。更暖的一幕则发生在连续夜戏之后。那段时间拍摄强度很高，张凌赫连续工作，
明显有些疲惫，而田曦薇却一直主动找他说话、递水、聊天，分享现场发生的小趣事。原本还有些沉默的张凌赫也渐渐露出了笑容。不少网友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谁照顾谁，而是两个人都愿意主动靠近对方。爱情最舒服的样子，从来不是单方面付出，而是彼此都在努力。这一点在后来的采访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很多人以为张凌赫一直都是保护人的那一个，实际上田曦薇也同样如此。每当主持人提出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时，他总会第一时间接过话题，甚至主动挑战游戏，把压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如果张凌赫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会自然地帮忙缓解气氛。这种默契不需要提前排练，更像长期相处后形成的本能。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网友开始相信，他们之间并不是单方面的偏爱，而是双向奔赴。后来又有网友发现了更多耐人寻味的小细节，比如两个人经常戴着类似款式的帽子，穿着风格相近的外套，甚至还有一些配饰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尤其有几件外套穿在田曦薇身上明显宽松许多，于是评论区立刻开始猜测，这是情侣同款，还是互相借穿？当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些猜测，但网友依然乐此不疲地寻找更多巧合。因为在粉丝眼里，真正令人心动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官宣，而是那些藏在生活里的默契。随后又有人开始整理他们的社交平台动态，有人发现两个人更新微博的时间经常十分接近，还有人注意到他们出现在相同城市的频率也非常高。当然，这些情况完全可能只是因为工作安排一致，毕竟合作演员共同宣传作品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对于这些所谓的巧合，更适合理性看待，而不是直接得出任何结论。真正让大家觉得有趣的，其实还是采访里的反应。有一次，张凌赫被问到田曦薇，他非常自然地叫出了一个亲切的称呼，那一瞬间没有停顿，没有思考，仿佛这个名字早已经成为习惯。而另一边，当田曦薇被问到理想中的搭档时，他笑着描述了一位高大、可靠、很有安全感的人。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不少网友还是忍不住联想到张凌赫。这种若有若无的回应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全网讨论最热烈的一幕还是发生在一次大型活动现场。当天，田曦薇和另一位男演员聊了几句，就在这个时候，有镜头拍到张凌赫的表情出现了一点微妙变化。有人说那是吃醋，有人说只是正常发呆。随后，张凌赫拿着纸巾走过去，与田曦薇产生了新的互动。短短几秒钟的视频很快就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不同的人看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有人觉得这是最可爱的占有欲，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巧合。其实这也是娱乐圈最有趣的地方，同一个画面可以有无数种解读，而真正的答案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不过无论外界如何猜测，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张凌赫和田曦薇在合作期间展现出来的默契，确实让很多观众重新相信了荧幕 CP 的魅力。他们没有刻意制造轰动的话题，也没有频繁利用绯闻提高热度，更多时候他们只是认真完成自己的作品，在用最自然的方式相处。也正因为如此，观众才愿意相信那些流露出来的笑容并不是完全演出来的。当然，我们也应该保持理性。目前关于两人关系的讨论大多来自网友对公开互动的观察和解读，并没有公开信息能够证明他们存在恋爱关系。尊重演员的私人生活也是支持他们最好的方式。如果未来真的有好消息，相信大家都会真心送上祝福。如果只是默契十足的合作伙伴，那也同样值得掌声。毕竟一部优秀作品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观众相信角色之间的感情，而张凌赫和田曦薇显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那么问题来了，你觉得张凌赫和田曦薇之间到底只是营业默契，还是已经有了超越合作伙伴的特别情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一起文明讨论。